自中原板荡，夷狄交亲，余发愤和硕，起自湘台，总发从军，历200余战。果真是岳将军的如传巨笔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俩上山怎么还放火呢？我们怎么可能自己放火烧自己啊？定是你那3000尺的弟弟想出的损招，放火烧山，逼我们下山。不好，这火势越来越大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裘先生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还不快喊话叫你弟弟灭火？他总不能自己烧死自己亲哥哥吧？太能了！他要知道我私闯禁地，非但不会救我，定会将我烧个外焦里嫩，也未可知。那我们就上这中指峰的峰顶，走。哎，加我一个，兴许有个照应，也未可知。想不到，这铁掌帮森严壁垒的禁地，竟然是我裘钦丈先一步踏入。千仞，纵然你有千般武艺，到头来还是少逊我一筹。没想到今日会绝命于此，但是幸好有你在，金哥哥。终于少逊我一筹了！我一直在，我。终于少逊我一筹了！白雕，白雕，那两只破鸟还没有我的脸大，如何能救你？哎呀，谁成想这小子的轻功居然与我不分伯仲，加我一个！怎么样？你的那2位草原朋友对你真忠诚。走，铁掌帮主来。咱们往那边走，只能试试运气了，蓉儿。为何不追了？前方乃瘴气林，常年瘴气弥漫，毒虫遍地。凡入此林者，皆九死一生。不追也罢。那对狗男女命硬得很，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行。言之有理。小王爷如果不怕死，倒是可以继续追杀他们。看见那个房子就是这个方向，怎么又不见了？金哥哥，我四周转一转，我看看。这个地方被设计了阵法，向左走。你往右边走。阵法倒像是我们桃花岛一处的翻版，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主人跟我们桃花岛有何渊源。金哥哥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在前方。前方？嗯。
好，来，抓紧了。来，蓉儿。有人在家吗？怎么没有声音啊？我们是路过的，可不可以进去歇一会儿？你们既然能来到此处，必有本事进屋，难道还要我出门迎接吗？金哥哥，进去吧。好，走。来，脚下慢一点。来，蓉儿。冒昧打扰，能否讨一碗水喝？来，蓉儿，慢点。这竹根都是些算子，排成商、时、法、界、算4位。这是在开55225的平方，235。小丫头已经受了重伤，就不要胡说。是不是胡说？自己算算不就知道了。不过是凑巧猜中罢了。这些算子排成商、时、方法、连法、余、下法6行。您这次是在开34012224的立方，看出题不难。你可算得出来？324个。跟我来，小丫头，这些你可识得？算经中的天元之数，倒算得上是数理难题，虽繁复，但却难不倒我。您瞧瞧看如何？这么快你就算出来了？算经中共有19元，人之上是先、明、萧、汉、累、曾、高、上、天；人之下是地、下、低、简、落、士、权、暗、鬼。我方才算到第19元时，倒是有些难住我了。这些算题让我苦思数日不得其解，为何你简单看了几眼就能？神算子因故，我等叨扰，有一男一女2个小贼逃入你的地之地，幸而我报答，还用英雄的面子。你们这是惹上大麻烦了，能让裘千仞这个老家伙亲自出马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哦，我们
不说我也猜得出来，九指神盖洪七公是你们什么人？我们确实是洪老前辈的弟子。前辈，我这妹子刚刚在越州接任了丐帮新一任帮主，却因误闯入铁掌山禁地，被裘千仞所伤，故来此避难。前辈若是与铁掌帮有甚瓜葛，不便收留，那我们就此告辞。小子，你若不想让这妹子死在外面，就得听我的安排。我这黑沼泽林岂是想来就来，我自会料理他二人。你们走吧。那就有劳严姑了。前辈，怎么样？难治。啊？小丫头心眼儿挺多呀，原想给你引一些麻沸散，让你少遭些罪，现在看来，实属多余了。来，疼着吧。前辈，我妹子伤得如此重，没必要这么气她。她被裘千仞的铁掌功所伤，不出几日便是大限，大罗金仙也难救。前辈若是不愿相助，也没有必要说出如此难听的话来吓唬我们。蓉儿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寻大夫。我这里岂能容你们两个小辈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？前辈为何如此不讲道理？没想到我在此隐居10余年，勤修苦练，上乘无果。本想着马上学成去救人，眼下却连你一个毛头小子都胜不过。我这10余年的苦熬，岂非尽付流水？前辈，我无意动手，请谅解。放我们走吧。你们能去哪儿啊？这丫头中了铁掌功，又在林中受了瘴气之毒，脸上已现出黑气，不出3日便会毒气攻心。你当真要害了她3日，蓉儿，感觉怎么样？秦哥哥，我好难受。秦哥哥，剩下这3天，你不要离开我半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蓉儿，我也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如果这次当真伤重不治，在阴石路上，请哥哥陪你一起走，好不好？本还有法子可以试试救这妹子，若你们再这般期期爱爱耽误时间，即使仙医在世，
也是回天乏术了。蓉儿，请前辈告诉我救蓉儿的办法。只要能救我蓉儿，我愿意为前辈做任何事情。我如何有这救人的本事？若我真有此神通，又怎会在这阴世寒苦之地受罪？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法子呀？他的伤，如今世上只有一人能够救他，只是那个人肯不肯施救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个高人是谁？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我去求他，不至于见死不救吧？你怎么知道不至于？见死不救才是人情之常，苦苦哀求谁不会呀？可是这世上又有几人能被苦苦哀求感动过？出林之后，避开铁掌帮追兵，直向东北，到了桃源县境内，开拆白色锦囊。下一步该当如何？里面写的明白，时地未至，切不可私看。你们即刻出发，你这妹子撑不了太久了，一切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多谢前辈，蓉儿，走。钱哥哥，蓉儿，我胸口疼得紧，你再给我拿一粒九花玉露丸。好。这便是九花玉露丸吗？给我瞧瞧。这是桃花岛的圣药，你们从何而得？蓉儿是桃花岛岛主的女儿。你是黄老邪的女儿。是我爹的仇人，那这3个锦囊，我不要也罢。罢了，你们快走吧。锦囊既然已经给你们了，我能帮的仅此而已。小丫头，你爹有没有告诉过你虚不受补啊？这九花玉露丸虽是圣药，但与你的伤势有害，切不可再服。多谢前辈提醒。撤！蓉儿，到了。锦囊里写了什么？我看看，这是一张手绘地图。向前而行，前面有条河，让咱们到了河边打开红色锦囊。撤！撤！撤！应该就是这儿了，是一张字条。秦哥哥，你念给我听。此女之伤，当视为段皇爷能救。段皇爷，我听我爹爹说过他是天下5绝的男帝，在大理当皇帝。可大理离这儿千山万水，
3日怎么到达得了？这些你就不要担心了，这上面还有其他的字，我念给你听。南帝隐居桃园，外人万难得见。若言求医，更犯大忌。故须假言奉尊师洪七公之命，求见皇爷禀报要讯，待见南帝亲面，以黄色锦囊中之图交出。原来南帝就在桃源县。我们赶紧出发。大师，二位施主至此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们特来求见段皇爷，烦请您通报一声。段皇爷已不在尘世，劳二位空跑一趟。啊？怎么会？不可能啊！尊师还在，师大里位高权重的段皇爷不在了。小师傅可是如此啊？二位可是与家师有约？怕念在九指神盖和桃花岛的故情，赐见一面，烦请您呈给尊师。啊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来，蓉儿，慢点。弟子黄蓉，弟子郭靖，拜见段伯伯。拜见段伯伯。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，贫僧法号一等。怎么伤这么重？来，先起来。是那裘千仞所伤，大师，我求求你救救蓉儿。放心，贫僧能治好的。多谢段伯伯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哎，我佛慈悲，出家人本该如此。孩子，放松身体。一会儿，就算痛痒难当，也不可运气抵御。好，我就当自己死了。哼，怎么说话跟他爹爹一样？好，开始了。师傅，蓉儿，你怎么样？蓉儿，靖哥哥，火炉呢？冰呢？什么火炉，什么冰啊？
金哥哥，我刚刚做噩梦了，我梦见欧阳锋、欧阳克还有裘千仞，他们把我放到火炉里烧烤，还拿冰冻我，吓死我了。没事了啊，刚刚段伯伯在跟你疗伤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段伯伯，段伯伯。 段伯伯，段伯伯，谢谢您救了蓉儿。您感觉怎么样啊？不碍事。蓉儿，你的伤已经治好，回去休养个2天，别到处乱跑。静儿，你带你师妹回去吧，老衲也得休息了。您为了医治我，耗费了大量的元气。我这儿。 还有按照我爹爹秘方所制的9花玉露丸。想当年华山论剑，我们个个斗得元气耗尽，你爹也是拿这个药给我们大家服用。这个药调制不易，我拿2颗就行了。 伯伯，蓉儿想把这天下所有的灵丹妙药都搬来给你呢。静儿啊，答应我一件事。大师，你讲。不许跟任何人提起你曾来找我这件事，甚至连你师父也不准说。 你们也不必再过来，很快我就要搬走。那要搬到哪里去啊？以后我们如何看望您？金哥哥，段伯伯是为了医治我才暴露行踪的，故而才搬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段伯伯，大师，蓉儿，这个药是不是你爹 亲自调制的，是我师哥陆成风按我爹的秘方所制。你爹可曾说过，这药服多了对身体有害？莫非这药有毒啊？师父耗费元气为你们疗伤，你们竟然恩将仇报！不可能！我爹说过，此药是服得越多越好，只不过配置不易，我爹都不舍得多服几颗。不关你们的事。 快，去后院找我师弟。是。段伯伯，大师，段伯伯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我师弟是天竺的解毒圣手，这个毒还要不了我的命。大师，我和蓉儿真的不知道那个药丸有毒的，之前我们都服用过，没有事的。我自然知道，这都不是你们下的。 这花是英姑给你们的，是英姑。英姑让我们来找大师求医，却不让我们说是来求医的，还嘱咐我们说，只提七公，莫提他。这花画的是狮皮王割肉救哥的故事，不仅刺激我定会为蓉儿疗伤，还料到我会因为疗伤而虚弱，你会赠药给我。难怪。 他当时拿到这瓶9花玉露丸，端详了片刻才还给我。对了，他还嘱咐我说，我受过伤，切记不可再服此药。对，想来就是他，在药丸里下了毒。你们2个小贼，莫不是奉了那疯婆娘之命来害师傅的？对，师傅，与他们无关，这是我此生该遭的劫。
既然是因果，就当做是了了我跟他的一段因果。了却因果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那一年华山论剑之后，九阴真经归于全真派王真人保管。王真人担心无法克制西斗欧阳锋抢夺九阴真经，而我在大理王宫互传阴阳指先天功。而陪同王真人前来大理的，乃是周伯通。他闲来无事，总是在皇宫里游荡玩耍。直到那天，他偶遇了我喜欢的刘贵妃。武功不是这么练的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哈哈哈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骑在大象上面？我是训练大象的，服不服？哈哈哈哈！我在练武功，这是一种修炼下盘轻功的法子。还有这么神奇的法子？那当然。那，你坐这么高，你不害怕呀？小宫女，见识短。小宫女，大理皇宫，小宫女还能练武功？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就是武功太差。你的功夫很好吗？那当然。哈哈哈哈！我师哥可是天下第一的王重阳，我们玄门正宗全真教的武功，你说厉不厉害呀？既然这么厉害，你能教教我吗？当然不可以。不教就不教，反正是你师兄厉害，又不是你厉害。我也很厉害，我教你。说想学什么？不想学了。我教定了。说。点穴，听说过吗？你这么笨，我教你个简单的。这儿，别笑。周伯通原本练的就是童子功，不谙男女之事。那刘贵妃天真烂漫，不太避讳。两个人处处点点之间，变得无话不说，亲密无间。可能周伯通生性活泼，与我这位大理皇爷反差极大，给了刘贵妃莫大的新鲜感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给你。什么呀？我师弟自小性格散漫，我却万没想到他竟然做出如此不堪之事。师弟已经将前因后果向我坦白，特来请段皇爷降罪。王真人，我们大理呢与全真派向来交好，岂能因为一个女子乱了我们之间的世交往来？来人，把他松绑。周伯通，别再来大理。至于全真派，我们大理呢，永远会有。皇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既然你们两个人真心相爱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你们成亲吧。以后任由你们去天涯海角，别再回大理。段皇爷，我不愿意。我做出这等丑事，已经万分的愧疚。段皇爷不要我的命，已经是格外开恩。我怎么还能成亲？你们两人想清楚，私定终身，是一辈子的事。我不知道你是贵妃呀，
我要知道，我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。对不起，段王爷。对不起，贵妃。伯通，我不会再来了，不会再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伯通走后，刘贵妃就住在那间书房，不回寝宫了。我很长时间没有去看她，直到我听闻，她在这书房中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。所以，这孩子是老顽童的。那段时间，我痴迷于武学，后宫经常遭到冷落。这也难怪刘贵妃会对周伯通产生情感。可这听来听去，都像是刘贵妃对不起伯伯。伯伯怎么会如此自责？那是因为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可以杀了我。你为什么要对孩子下毒手？孩子怎么了？你装什么糊涂？这光景森严的地方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那么恨这个孩子？你要是好心，你就救救这孩子吧。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孩子的命。虽然带脉已断，但未伤及要害，还有救。我最终还是没有救那个孩子。什么情爱无边、王权富贵，都是过眼云烟罢了。我把皇位传给段氏后人，从此出家为僧。修行得救，hình như dạy thảo yến hết trào lên. Hình như修行武功，但心大快，走火入魔。才必须在世，很准帮助他。唉，段伯伯，你一直十分爱他，并且离不开他，对吗？师傅，山下送来了这个。一念之差，径至于死。卿能皇权夺势，终究还是逃不过。我原以为英姑是好心好意，才指引我们来此求治，没想到我们变成她手中害人的利器。
无需理会。英国的孩子虽然不是我所杀，但却是因我的冷漠与嫉妒而死。我和他的恩怨是困扰着我多年的心结，如今终可解开。四海江湖飘，千杯对空唱，生死相依，凭栏长啸。星月照大荒，长弓射鸳鸯，山水相逢，狭路前往。世道皆虚晃，恩怨都斩断，只留下金银刀光。莫惊慌，忆江湖一时狂。一心做梦中可曾知，醒来是天涯梦。大道且酣畅，天之路泱泱。千秋梦万丈，纷纷扬扬。问少年何为英雄所向？或初心不忘，或迷尘无慌。大道且酣畅，天之路泱泱。世间人万丈，纷纷扬扬。谁能知何为英雄所向？今一心寻访，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得纠缠。